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有很多父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叹一口气，我到底欠了这个孩子什么？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听话，我的却这么难带？我已经为他付出一切了，他却一点都不懂感恩。这些话几乎每天都在无数家庭里重复出现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越想管好他，他越反抗；你越用力爱他，他越让你心寒；你越想把他拉向正确的路，他却偏偏走向你最不能接受的方向。于是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这个孩子天生就来折磨你的？是不是你命不好才摊上这样的孩子？可佛法从来不这样看。在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中，有一句话看似在讲修行，其实讲的正是人与人之间最深的因缘。依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。很多人只把它理解成修行法门，却忽略了一个更深的含义。世间一切相遇都不是偶然，而是意念与呼应的结果。你以为孩子是突然来到你生命里的，可在佛法看来，他不是来投胎，他是循着因缘，一世一世，终于又走回你面前。所以大势至菩萨并不先问这个孩子乖不乖，而是先问你们之间过去结下的是善缘还是业缘。很多父母听到这里会本能的抗拒，我怎么可能跟孩子有业缘？我这一生明明是在为他受苦，可恰恰是这份受苦感才最接近真相。佛经里说，缘有4种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听起来刺耳，却无比真实。有些孩子让你一想起就心软，那多半是来报恩的；有些孩子让你又爱又恨，又舍不得又放不下，那往往是业力最深的那一类。他们不是不听话，而是你们之间前缘未了。也许在过去的某一世，你是他的父母，却亏欠过他；你是他的伴侣，却伤过他的心；你是他的兄长，却在关键时刻弃他而去。这些你早已忘记的因，在这一世换了一种方式，变成了他对你的顶撞、冷漠、不理解，所以你才会觉得特别累。不是因为他难养，而是因为你们之间的业力在靠得太近的时候被全部激活了。大势至菩萨的慈悲就在这里。菩萨没有教你如何管教孩子，而是先让你看清，亲子关系从来不是权力关系，而是因果关系。你越想控制，他越反弹；你越想证明我是对的，他越要反着来。因为在因果里，没有谁天生低谁一等。孩子来到你身边，不是为了听你指挥，而是为了与你完成一段必须完成的缘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残酷却真实的现象：你对外人极有耐心，却唯独对这个孩子一点就炸。不是你脾气差，而是他触动了你生命里最深、最旧、最没被看见的那一层业。佛法里有一句话，很多人听过，却没真正体会过：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。你现在看到的孩子不听话，只是果。真正需要被看见的，是那个你早已不记得的因。而当你开始这样看孩子的时候，有些东西会悄悄改变。你不再急着纠正他，你开始学着理解这段缘。你不再问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，你开始问，我这一生能不能把这段关系走得不一样一点？大势至菩萨真正的开始，不再责备任何一方，而是在提醒你，
当一个孩子来到你生命里，不是因为你准备好了，而是因为你们必须再见一次。很多父母一辈子都在一个误区里打转，却从来没有意识到，他们以为我把你生下来，你就应该听我的。可佛法恰恰相反，在佛眼中，生你养你并不是一种高位，而是一种承担。不是你比他高，而是你比他早一步站在因果面前。所以有些孩子天生就不服管，你说一句他顶一句，你讲道理他沉默，你越急他越冷。你会觉得他固执、叛逆、不懂事，可你有没有想过另一种可能？他不是来被你塑造的，而是来打破你的。佛经里有一句话，常被忽略却极重，随业受生，各个不同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个孩子不是一张白纸，他带着自己的习气、记忆、执念而来。你看到的是一个孩子，可因果看到的是一个带着前世重量的灵石。所以你才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同样的教育方式对这个孩子完全没用，同样的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他能听，从你嘴里说出来他却偏要反着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之间不只是这一世的亲子关系，你们曾经站在别的位置上，彼此伤过、欠过、纠缠过，而这一世角色对调了，你成了父母，他成了孩子。但业力并不会因为角色变化就消失。大势至菩萨讲念，讲的是一种深层的牵引力，不是语言的命令，不是权威的压制，而是一种我无法不靠近你的力量。所以有些孩子，哪怕你想逃，他也会被命运一次次推回你身边。你会说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可佛法会轻声问你一句，你努力的是改变它，还是完成这段姻缘？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，一个方向是控制，另一个方向是了结。很多父母痛苦的根源就在这里，他们想用教育去解决一个本该用觉知来面对的问题，于是你会越来越累，你付出的越多，心里的委屈就越深，你期待的越多，失望就越重。可在因果里，所有强烈的期待都是还没看清的纸。大势至菩萨的智慧不是要你放弃孩子，而是要你先放下我一定要把你变成怎样的念头。当你开始松一点点手，孩子反而会慢慢靠近，不是因为你赢了，而是因为业力少了一个对抗的支点。佛法讲度不是把别人拉到你的位置，而是你先走出旧的位置。很多孩子这一生来找父母，并不是为了被管好，而是为了让父母明白一件事，不是纠正，而是看见。当你终于不再急着证明自己是对的，不再把孩子当成未完成的作品，你们之间那条紧绷的线才会开始松动。这时候你可能会第一次发现，他不是不听话，他只是不想再被前世的模式继续束缚，而你也一样。所以大势至菩萨的开示从来不在孩子身上，而是在父母心里。当一个父母开始从我要改变你走向我愿意完成这段缘，因果就已经在悄悄转向。你不需要完美，你只需要真实。因为在佛法里，最能夺人的从来不是正确，而是觉醒。很多父母都有过一种说不出口的感受，不是愤怒，
不是失望，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。心被反复刺倒，却又无处可逃。你会发现，这个孩子最厉害的地方，不是顶嘴，不是叛逆，而是他一句话就能戳中你最软的地方。别人说同样的话，你能忍，可他一说，你就崩。为什么？佛法里有一句话，极少被拿来解释亲子关系：业熟相牵，苦乐与共。意思是，真正与你有深缘的人，一定最知道你的痛在哪里，所以你才会觉得，为什么偏偏是他，让我这么难受？不是巧合，这是因果的精确。很多父母误以为，孩子让你痛，是因为他不懂事。可在佛法的视角里，痛恰恰是缘分最深的地方，因为只有未了的缘，才会反复敲门。大势至菩萨讲念念相续，不是指思想的连续，而是业力在不断找出口。而亲子恰恰是最容易让业力显现的位置，所以有些孩子天生就让父母无力。你对他讲理，他不听；你对他发火，你更后悔。你想冷处理，却发现自己更放不下。你会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？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可佛法会轻声告诉你一句，不是你不够好，而是这段缘本来就不是轻松的。有些孩子来，不是来享福的，是来还债、讨债、和解、了结的。只是多数人只看到还债，却没看见了结。如果只是还债，你受苦，他受苦，这一世结束了，下辈子还要再来。可如果你在这一世看懂了，转念了，松手了，那这段缘就开始走向功德圆满。什么叫转念？不是你忍，不是你委屈，而是你终于不再用旧的期待去面对新的生命。当你不再把孩子当成你人生失败的补救方案，不再把他的表现当成你价值的证明，你们之间的对抗就少了一半。佛经里有一个极残酷却极真实的提醒：以爱为名的执，往往是最难放下的执。很多父母说自己爱孩子，可他们真正放不下的是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而孩子感受到的不是爱，而是压力。于是他只能用不听话来为自己争一口气，不是反抗你，而是反抗那种我必须活成你期待的样子。当你看见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，孩子不是来折磨你的，是来逼你成长的。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念佛，真正的深意并不是嘴上念，而是在每一次情绪起时，你是否还能记得觉察？当你下一次想发火时，你能不能先问自己一句：此刻痛的是我，还是我的执？你会发现，很多怒气并不是来自孩子，而是来自你心中那个非要这样不可的声音。当这个声音慢慢变小，孩子的刺也会一点点钝掉。因为业力最怕的不是对抗，而是看见。当你真的开始看见，这段关系就已经走在解脱的路上了。很多父母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，用力抓住孩子的成绩，抓住他的态度，抓住他的未来，抓住他应该成为的样子。可佛法却反复提醒一句听起来近乎冷酷的话：有缘则住，缘尽则散。
这句话不只讲夫妻、朋友，也讲亲子。只是我们太习惯把父母当成一种永远不会失效的身份，所以从未想过亲子也是一段有期限的缘。大势至菩萨讲都摄六根，静念相继。真正的意思是，当外境再怎么扰动，你是否还能回到自己的心？可对父母而言，孩子恰恰是最容易让六根失守的存在。一句话你就乱了心，一个眼神你就失了分寸。你不是不修行，而是这段缘正好卡在你最深的执上。佛经中有一种极少被提及的亲子因果，叫导缘。什么是导缘？表面看是你在付出，实际上是你在被这段关系牵着走。你以为你在为孩子好，可你的情绪、尊严、价值感却全被他牵动。这不是爱的圆满，而是缘的失衡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越想管越失控，越想靠近越受伤。佛法不是叫你冷漠，而是叫你止于因果的位置。孩子的因果你不能替他走完，你能做的只是把属于你的那一段走清楚。真正高层次的父母，不是我为你牺牲了多少，而是我没有用我的人生压住你的人生。这一点决定了你们下一世是再来纠缠，还是彼此放过。佛经里有一句极重的话，父母之爱若不觉照，亦成轮回之因。很多人以为只要出发点是爱就不会错，可佛法说，没有觉察的爱一样会结业。当你用爱交换孩子的顺从，用付出换取他的回报，你们之间就不再只是亲情，而多了一笔账，而账一定要算清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些父母晚年最痛的不是孩子不孝，而是那一句我这一生都为你活了。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控诉，也是一种未放下。真正的功德圆满，不是孩子听话，不是关系亲密，而是你能不能在这段关系里不迷失自己。当你开始把注意力从他怎么样慢慢拉回我如何安住，当你不再用情绪逼他成长，而是用身教让他看见一种稳定的存在，这段缘就开始转了。也许他仍然不听话，但你不再被拖进深渊。也许你们仍有距离，但心里少了怨。佛法里说，能不结心业，即是大修行。你此生若能不再因孩子生出新的恨、悔、怨、执，那么不论这段关系最后走向亲近还是疏离，你都已经赢了。因为你没有把这一世的痛留到下一世。很多父母到了一定年纪，才会在某个深夜忽然明白一件事，孩子终究是要离开的。不是叛逆，不是不孝，也不是你哪里没教好，而是这本来就是因果的设定。佛经里从不说陪伴一生，只说随缘而住。哪怕是最深的亲缘，也只是同路一程。你这一生能陪他的，不过是童年、少年，以及他还愿意回头看你的那几年。剩下的路，他必须自己走。很多父母真正放不下的，不是孩子，
而是那个曾经被需要的自己。当孩子不再依赖你，你会慌；当他不再听你安排，你会痛。可大势至菩萨讲念佛法门时说过一句话：心不住境，境自清凉。你若一直住在我是你母亲，我是你父亲的身份里，这段缘就永远无法走到清净。真正的亲子圆满，不是你抓得多紧，而是你能不能在他远去的时候，仍然站得住自己。佛法里有一个极高的境界，叫送别而不追随，不是冷，不是断，而是清醒。你祝福他的因果，但不介入他的命运；你关心他的安危，却不替他承受人生。这才是父母能给孩子最大的福报。为什么有些孩子一生都在和父母对抗？不是因为不爱，而是这段缘里有人迟迟不肯放手，而你若愿意先放下执念，这段关系反而会慢慢松动。佛经中说，以无所求心，行一切善。你不再要求回报，不再要求听话，不再要求证明，这段亲缘便开始真正转为善缘。到了某一天，你忽然发现他还是那个孩子，可你已经不再焦虑；他还是走他的路，可你心里没有怨。那一刻你就知道，这段因果你已经尽力走完了。佛法从不要求你成为完美的父母，只要求你不要用爱制造新的轮回。孩子来找你是缘，孩子离开你也是缘。你若能在来时珍惜，在走时祝福，不加控制，不留怨恨，那么这一世你们之间的这段亲子因果就真的功德圆满了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能陪一程，不强一生；能放一念，便少一劫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